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 Dikembe Mutombo 这个名字在篮球界无人不晓，他以防守能力著称，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防守球员之一，曾8次入选全明星赛。然而 Mutombo 的传奇不仅仅停留在篮球场上，他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更让人敬佩。Mutombo 出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篮球生涯中，他为多支 NBA 球队效力，包括丹佛掘金、亚特兰大老鹰以及休斯顿火箭等队。他最著名的特点就是盖帽，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标志性动作。不过 Mutombo 的影响远超过了篮球场，他始终不忘自己来自非洲的背景，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尤其是致力于改善非洲的医疗条件。2007年 Mutombo 在刚果的首都金沙萨建立了 Biamba Marie Mutombo 医院，这是当地首家现代化医院之一，为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他的慈善工作不仅在刚果，还扩展到其他非洲国家，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慈善家之一。Mutombo 的名字再度登上热搜，是因为他不幸因脑癌去世，终年58岁。这个消息震惊了篮球界和他的无数支持者，大家不仅为失去这位篮球传奇感到悲伤，更为他留下的慈善遗产感到敬佩。为何一位篮球明星能将他的影响力延伸到如此广泛的慈善领域？这其中蕴含住哪些值得深思的动机和力量？ Mutombo 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成功不仅仅在于成就，还在于回馈社会。他的慈善工作是否能激发更多运动员投入公益事业，这将成为我们反思的问题。 Hot Search 2吴康仁，这位台湾金马影帝最近再次登上热搜，原因不仅仅是他在内地签约了经纪公司一心娱乐，还因为他在大陆国庆期间的6字祝贺发言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他简单的发文祝大家国庆快乐后，大陆网友批评他缺乏诚意，因为他没有提到祖国2字，这让他的发言被解读为避重就轻。吴康仁的事业一直以来都十分顺利，从无经纪人到如今签约内地公司，他的职业轨迹表现出对更大市场的追求。近期他与内地知名女演员孙俪合作拍摄电视剧《执迷》，这是一个象征他在内地市场开始拓展的标志。然而台湾网友对他的这一决定反应复杂，部分人担心他在内地发展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因此纷纷提醒他莫忘初衷。为什么吴康仁的这一举动和表态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事实上，名人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往往面临着不同的价值期待和压力，特别是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更是如此。吴康仁的祝贺发言没有特别提及祖国，让一部分大陆网友感到不满，这反映了两岸之间在国家认同上的深层分歧。同时，他在内地的事业拓展，也让台湾的支持者担心他会在更大的市场中失去自己的文化根基。那么，吴康仁的选择是否应该被质疑？当一个名人在两岸3地的文化中穿梭时，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敏感话题？是否应该保持中立，还是应该明确表态？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Hot Search 3 2024年10月1日凌晨的英超第6轮比赛中，伯恩茅斯主场迎战南安普顿。比赛的结果对于南安普顿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伯恩茅斯以3-1的比分完胜，让南安普顿继续徘徊在失败的边缘。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伯恩茅斯在16分钟由埃瓦尼尔森首开纪录，随后瓦塔拉与塞梅诺的接连进球，
让伯恩茅斯在上半场就以3-0锁定了胜局。下半场，南安普顿试图反扑，并由贝里斯扳回一球，但最终无法改变败局。这场比赛再次暴露了南安普顿本赛季的巨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们在6场比赛中仅仅拿到1分，陷入深重的低谷，进攻乏力，防守松散，整体表现毫无亮点。这支曾经在英超联赛中表现不俗的球队，现在看来很可能面临降级的危机。相反，伯恩茅斯在经过赛季初期的低迷后，这场胜利无疑给球队注入了巨大的信心。他们在比赛中的快速进攻和有效的防守让球迷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第2场胜利，帮助球队摆脱了危险的边缘。那么，伯恩茅斯是否能够延续这样的良好状态，继续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佳绩？而南安普顿的困局又该如何解决？他们能否找到重返胜利之路的契机，还是会逐渐沉沦，最终逃不过降级的命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讨论。Hot Search 4. 五剃道自上映以来，在短短4天内票房便直逼300万，这样的成绩让人惊叹，功夫电影依然能够在香港电影市场中激起这么大的反响。由吴允龙、刘俊谦、蔡思韵等主演的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传统功夫电影的魅力，也成功结合了现代电影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影片中的打斗场面引人入胜，剧情紧凑，既保留了传统武打片的硬派风格，又融入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现代观念，让观众更能产生共鸣。电影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主创团队的努力与付出。吴允龙在拍摄结束后，立刻投入到宣传活动中，甚至现身戏院亲自卸票，并当场表演了凌空飞腿的高难度动作。这一表演不仅展示了他的专业实力，也进一步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这样的互动不仅提升了电影的热度，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戏院作为电影文化的重要场域。在这个过程中，戏院不再只是观影的场所，而是成为了观众与电影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五剃道也恰逢国庆假期上映，这一时机无疑对票房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观众的热情不仅来自于对功夫电影的喜爱，更多的是对香港本土电影的支持。那么，为什么像五剃道这样的功夫电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推动着香港功夫电影的复兴？戏院作为电影文化的核心场域，如何进一步利用与观众的互动来促进更多的本土电影成功？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香港电影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Hot Search 5. 台北市议员陈仲文因涉及台智光案中的图利罪，成为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检方指控，陈崇文涉嫌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图利相关企业，使其在与政府合约中的竞争中取得不当利益。该案自曝光以来，已经让陈崇文被羁押195天，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政治人物与企业勾结问题的强烈关注。在最新进展中，台北地方法院于2024年10月1日裁定陈崇文以800万交保出狱，同时需接受电子监控，并且限制出境和出海。这样的保释条件显示出案件的复杂性及其潜在风险。尽管陈崇文及其辩护团队极力否认所有指控，强调他只是执行正常职务，但检方对于这次保释结果表示不满，并计划提起抗告，表明他们坚决要查明台智光案的背后真相。台智光案的发展引发了外界的许多猜测，尤其是在北市议会内部。这起案件不仅影响了陈仲文的政治前途，还可能牵涉到更多高层官员。检方的强硬态度显示出他们对于政治人物滥用职权图利的行为绝不姑息。随着案件进一步发展，我们是否会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内情曝光？这起案件对未来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会产生多大影响？最终，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政客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曝光后，
社会是否能期待一个更加透明且廉洁的政治环境？这样的弊案是否会成为未来改革的催化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